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早上10点钟左右，今天又是大太阳，也是今年第二个好的天气啊。听说今天白天气温会达到34度，应该会有吧？目前温度还比较舒服，大概25、6度。在这里呢，我想向大家道歉啊，因为呢，我今天又坐在同样的背景这里，那没有办法，我就不好每天都到外面去拍。另外呢，我坐在这凉亭里，所以我的脸有点黑，显得没有立体感，这也是因为光线的原因啊。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咱们节目带来的内容啊。本期节目，我想通过德国媒体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的美国又要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这件事情，来谈谈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很可能今天将要宣布，将对进口中国的电动汽车增加惩罚性关税。大家想想看，会多少呢？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是25%。根据最新消息啊，拜登政府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这是惩罚性的啊，史上未有。也就是说，这个关税翻了2番，或者增加了3倍。也就是相当于原来的4倍，25%到100%。美方的理由是什么呢？说中国电动汽车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威胁，美国这么做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汽车生产商。你看，这就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一直向全世界以前推销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对吧？以前是西方的经济要比中国的更好，可能他们的产品更有科技含量，更有竞争力。而今天中国的产品上来了，美国或者西方不行了，然后西方把他们的遮羞布都甩掉了，这就是妥妥的双标呀。今天他们的理由是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对西方造成了威胁，所以呢，为了保护他们本国的企业，增加关税，而且这个关税是天价的关税啊。100%的关税，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关税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在德国自己从中国进口过商品，关税呢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国内卖10万块钱的电动汽车，到美国是不是征收100%的关税就变成20万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更多。首先，从中国进口汽车有采购成本，我们说了10万块，对吧？然后呢，有国际运费。可能平均到每辆汽车，如果是大规模的话，我们大概说吧，增加$1000左右吧，那就增加7000人民币或者7500，那就变成了10.7万元。然后还有，比如说在德国有所谓的增值税，在这运费和采购成本的基础上再加19%，也就是乘以1.19。我相信呢，在美国可能也差不多，我不知道美国的所谓增值税率是多少啊？我们说10%吧，那现在的汽车价格差不多12万人民币了。好，在12万人民币的基础上，又要征收100%的关税，那就变成了差不多24万人民币。在美国，进口商他有自己的运营成本呀，还要加上利润呢。那是不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又加价30%到50%呢？我们来个猛一点的吧，加价50%。原来差不多24万，对吧？增加50%，那最后呢变成了36万。也就是说，在国内10万块钱的电动汽车，到美国也许要35万块或者36万块钱才有钱赚，那也就相当于差不多5万美元了。5万美元可能在美国也不算很便宜的车了吧？美国政府不仅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100%的关税，还将对中国的半导体产品以及太阳能产业的产品征收更高的新的关税，而且很可能也是在今天周二会宣布这些消息。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的背景是啊，就是这类产品中国出口到美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美国政府也将这种趋势呢视为对美国工业的威胁，与那个中国电动汽车一样的原因。而且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太阳能产业方面，美国的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呢需要美国的保护。其实在拜登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
对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进口商品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要不要对此进行调整？所以呢，拜登政府内部他们意见不统一。不过，从拜登政府过去这几年对中国采取各种打压措施来看，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减缓对中国的打压，反而是变本加厉了啊！比如说对中国实体企业的制裁，还有对中国的关税，确实是变本加厉。可见美国啊，为了打压中国，他们政党之间虽然他们在美国内部分歧特别大，对立特别深，可是他们可以说是一致对外。这个对外，那就是对中国。而且在美国今年又是大选年，他们的大选几乎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一般来说，西方国家当然包括美国在内，为了获得选票，他们都会展示，至少言语上，而美国已经是行动上了，对中国展示非常强硬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选票。所以呢，他们对中国的打压或者对中国言语上也是变本加厉啊。说来说去，也是为了他们内部的选举。对于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增加惩罚性关税，可以说美国真是疯了。比如说，拜登政府就扬言要对中国进口的铁、铝这种钢铁之类的产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征收多少？大家知道吗？要增加3倍。比如说，原来如果是50%的关税，增加3倍，那就增加到200%了，天价关税呀！当然，特朗普也毫不示弱，他说，如果他重新赢得美国总统的选举，他将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所有中国商品60%关税，简直是疯了啊！所以可以说啊，美国不管党派，不打倒中国就誓不罢休，目前就有这样的态势。另一方面，你看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9年以来，美国倾全国之力，还有拉拢他们那些西方那些小弟儿，一起呢来制裁华为。但是前段时间，美国商务部悄悄撤销了对华为某些制裁，也就是说，像美国的英特尔啊等等半导体企业，允许重新向华为供货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猜是因为自从下半年以来，华为突然无预警地推出了旗舰手机 Mate 60 Pro， 因为是华为自己的芯片。然后呢，前段时间又无预警地推出了华为70 Pro 啊，这一举措也让美国特别错愕，因为使用了华为自己的更高端的芯片。可能美国觉得再这样制裁下去，不给华为供货，因为华为一些芯片要比美国制造商的可能更先进了，所以制裁来制裁去，制裁了一个寂寞。可能这才是美国商务部悄悄取消对华为半导体供货的禁令吧。但是美国商务部还是不想承认自己或者承认美国的无能。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继续说，华为对美国就是威胁。取消部分禁令，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政策有任何改变。所以朋友们，我们放眼全球，对中国敌意最深的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些国家呢？毫无疑问，绝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不对？然后就是美国那些小弟们，也就是他们那些打手，比如说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呢欧洲那边的什么德国呀、瑞典啊、立陶宛呀等等这些国家，对不对？对中国敌意特别深。而且他们很多的国家，不管他是不得不还是他自己主动的配合美国来制裁中国，不管是从华为啊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都一样，与美国真的保持一致。比如说最近又朗朗上口的一些关于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呀，中国国家补贴电动汽车或者补贴很多中国产业等等等等，然后呢把中国产品倾销到西方去。这些都是西方统一的话语术，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遏制中国啊！所以啊，我只能从我自己做起，能够避开美国产品，避开西方产品，我绝对不买他们的产品。因为目前为止，至少对我的需求来说，日常使用的东西，我几乎可以全部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我来应付我的日常生活，以及咱们这个频道需要的一些什么摄影器材呀，对吧？比如说，你看。我的这个麦克风，那就是大疆的，
我现在拍摄那个手机是华为的，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手机是华为的，而且还是5、6年前的产品，华为 Mate 20X 已经现在很老了，但是呢仍然可以使用，等等等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以从自己做起，所以说爱国爱祖国，不用喊口号，而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国家。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啊。昨天有位网友问我，可能他是想向我套话，他说：“知识，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走线去美国或者移民美国呢？美国是不是很好呢？”然后我就对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富人，对于中国的贪官，还有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还是值得去的。或者说，他们想去，你拦也拦不住。为什么说富人呢？因为这些人他拥有一些财富，可能是不义之财，他在国内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他通过各种渠道，把在中国非法得到的财富转移到国外去，比如说转移到美国去，然后就洗白了，用这些无尽的财富，他在美国可以过人上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呢，他们是带着这个财富到美国，是给美国人送钱的，去美国的富人区去享福的。那里的治安还有各种条件比较完善，只要不跟他们其他人打交道，那在美国过着相当于圈养的生活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前提是要有钱，起码人民币的资产要上数个亿才可以啊。你上1个亿都不行，因为呢1个亿美元就是1000多万美元，也没有多少。比如说你买一栋别墅，可能呢就要200万、300万，甚至500万更多万的美元。剩下几百万美元，要想过优厚的生活，其实呢也不容易。作为中国很富的人，资产数亿元人民币的人，如果真的想去美国，可以过得上比较舒适的生活。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赚钱，那也是坐吃山空的啊。另外呢，我还说了，就是在中国真的是最底层的人，到美国还是可以的。一个是到那边相对来说肯定要比中国现在的收入要高一些。另外呢，你不想工作还可以吃福利呀，只要你能够接受那种吃所谓福利的生活，那未尝不可呢。首先我要告诉你们 ，OK， 你们既然来到美国，可能是走线的或什么，请注意听 ，OK， 美国。因为大家没有身份，不是那么容易好找工作或什么的。美国是个很浪费的国家 ，OK。我这些食物的来源是从各仓库、超市或者商店那些来的 ，OK。这些呢是有到期或过期，不是说我们看不起、不尊重你们走线的，而是美国政府如果这个过期的食物不安全的话，完全不会让它流入到社会中。OK， 任何捐的组织、中间人跟发的组织，一律免于任何刑事或民事上的责任。OK， 那个过期到期的日子是出产商要商店的时候卖掉，因为商店必须按时进它的新货。OK。所以你们别以为你们可以跟律师楼告啊，说这个的。美国有法律保护的，所以律师楼不会接受你这个案子。但是我要告诉他有一个前提，谁也不能保证你过去过自由的生活了，吃美国的优厚的福利了，但是你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保证，那就是个问号了啊。也可能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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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几颗花生米，那最后你就一命呜呼了。所以啊，去美国对最下层的人来说有好处，但是呢也有风险。我唯独没有提的就是中产阶级，就是说像国内的，你卖了1套房2套房之后，以为呢拿着几百万上千万人民币去美国就可以享清福了，这是大错特错。因为到那边之后，各种开销相当于国内的数倍。那你那几百万元人民币或者上千万人民币，折合美元就是100万美元，你买1套房可能都不够，或者你买1套便宜一点的，但是你每年那个税，房产税又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如果你靠呢这几百万元人民币呢想去美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等于是痴人说梦。到那边之后，你照样要去打工挣钱，而这些打工的人在美国就是所谓他们的中产阶级，在西方那就是被剪羊毛的人群，交税的人。那个所谓的福利从哪里来？不是从国家来，而是从每个纳税人的身上收刮来的血汗钱。这些中产阶级才是支撑整个西方福利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你作为中产阶级移民到美国，到那边还是当他们美国的韭菜。当然了，可能有的人认为啊，美国有自由啊，我心甘情愿在那边被割韭菜。如果他们这样想，那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朋友们，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请我移民去美国，我也不会去，因为我自己去了无数次美国了，我对美国相当了解，美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可能去玩玩几天还可以，但是呢，要我去美国，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着被歧视的生活，我认为呢，美国可能对亚洲人的歧视应该要比欧洲更严重。对我来说，有个更大的因素，那就是没有安全感。这几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加上特朗普他一些发表对华人、对中国人的仇视的言论，所以导致了美国整个社会对于华人、对亚洲人非常的仇视。加上美国是拥有枪支的自由，虽然有的公知鼓吹持而不乱，持在这里是持枪的持，也就是说，人人持枪了，反而这个社会呢更安全了。但是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赞同。昨天也有网友给我转了一条新闻，就是加拿大，应该是温哥华吧，有一位59岁的华人大哥被8名未成年少女殴打致死。你看，在加拿大也有这样的仇华的情况，在美国仇华情况更严重。欧洲目前，比如说在德国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欧洲整体的治安情况也越来越糟。也许某一天，当中国的实力更强了，德国的经济更弱了，整个社会更乱了，那到时对华人的仇视，对中国的仇视会不会比今天更严重？我不敢打保镖，我认为很有可能。所以对那些在海外的高华，特别是那些走线的，或者那些为了取得美国居留、美国身份或者西方居留的人，而去埋汰自己的祖国，去抹黑自己的祖国，然后呢，让西方人、西方政客更敌视中国。其实呢，这些人在反噬自己，有一天他们真的会受到反噬。比如说那个加拿大温哥华的那个59岁的大哥，可能就是这种反噬的受害者。好，我们回到美国拜登政府扬言要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的100%的关税，以及太阳能产业，还有呢半导体产业对中国的钢啊、铝啊这种进口也增加3倍的关税。这种疯狂的举动，我们还有什么说法呢？天要下雨，能要嫁人，对吧？那就看中国方面怎么对美实施尽量对等的惩罚措施了呗。其实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如果美国当年没有发起对中国的这个制裁，没有试图与中国脱钩断链，没有拉拢西方那些小弟一起对中国的所谓脱钩断链或者降低依赖性，那当前这全球这经济疲软绝对不会发生。另外，美国因为它的国债飙升，现在已经达到大概35万亿美元了，它每年支付的利息大概有1万亿美元左右。为了应付这样，它就不得不操纵美元啊，割世界韭菜。提高利率是个举措，对不对？提高利率就表明啊，对企业来说，获得资本的成本更高了。脱钩断链又推高了西方国家的通胀，所以说是几副毒药。这才是整个世界经济疲软的原因。中国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因为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美国没有发起对中国的制裁，我相信啊，今天的经济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人家硬要制裁中国，中国也没有办法，对吧？一个只能是搞好自己内循环，提高自己国内消费；另外呢，开拓南方国家市场。你西方国家不想跟中国开展业务，能脱钩的脱钩了，对吧？能降低依赖的降低依赖了，剩下的是实在不能脱钩。
那就继续与中国进行交往。过去这些年，中国这转向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东盟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不再是美国或欧盟了。还有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也大幅增加，特别是比如说对俄罗斯啊、对中亚这些国家，还有南美等等。反正少了西方，这个地球照样转，中国经济呢要继续运行下去。说来说去这几年不管是中国还是德国还是美国还是西方那些国家，还有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大家的日子其实都同样难过。挺过去这几年，我相信呢又是一片天了。到时呢，中国比如说与南方国家的贸易又会大幅增加拓宽了，与东盟的贸易进一步增加，还有与俄罗斯等其他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国人要脚踏实地，咬牙渡过难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而且从过去以及现在这个趋势来分析今后中国在各个产业绝对会爆发。现在很多产业已经爆发了，也就是说，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过不了几年，可能中国在几乎每个产业都全面碾压西方。比如说现在关于电动汽车方面，电池、光伏、风能等等这些所谓绿色产业，对吧？还有造船，当然是遥遥领先了，对吧？航天也一样，军事就更不用说了，有很多高精尖的武器纷纷推出来，让西方、让美国目瞪口呆。比如说中国第3号航母这个福建号已经海试了，电磁弹射，让美国很不好受，让美国不好受的日子今后会越来越多。好了，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今后呢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说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扬言也可能今天宣布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美国非常的邪恶，对中国充满了敌意那你们觉得中国应该怎么应对呢？请在下面留言。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